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话题是中国身份成了护身符，德国航运巨头租用中国船只执行红海航线运输。自从去年11月19日，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还有曼德海峡袭击关联以色列的商船以来，世界排名前5的航运公司有4家宣布部分或者是全部不走红海航线了。我掌握的消息是，唯一一家没有宣布的是中国远洋。中国远洋目前只是暂停了对以色列的航运，其中也有间接警告以色列还有美国的成分，让阿拉伯国家看到，你看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发言人萨拉姆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只要不是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在红海还有阿拉伯海地区航运的船只呢都是安全的。本频道10月25日上传了一个节目，我也提到过，相对于西方国家船运公司的船只，中国的船的确是更安全的，因为中国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在联合国也公开支持，对吧？而且公开宣布赞成2国方案。哪2国呢？就是呢，像以色列一样，巴勒斯坦人也有权建国，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与西方那些国家非常不同。中国一直以来与伊朗的关系还不错，而且现在越来越好。同样呢，伊朗又支持胡塞，所以我相信呢，私底下中国方面肯定与伊朗还有与胡塞都说清楚了，叫伊朗还有胡塞呢多多关照中国的船只，这也是正常的江湖规则，对吧？其实这个世界啊，我认为呢就像混江湖一样，所以啊，国家和人做人一样。一个国家的为人处事也非常重要，与到处耀武扬威、喊打喊杀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还有中国这个国家就是想多交朋友，对吧？多个朋友多条路，而且呢，中国不想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所以中国与其他国家很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正相反，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那些西方那些国家，或者说几个国家，特别是那个老大，然后带领他那些看门狗那些小弟啊，处处跟中国对着干，或者在背后挑唆离间，干尽小人勾当。比如说那个菲律宾那个新总统小马克思上台之后，处处跟中国对着干，就是因为受到了他那个老大哥的挑唆啊，否则菲律宾他不会那么不可一世的，对吧？这个小国就欠揍，我就觉得，我是说菲律宾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1月9日，德国海运巨头赫伯罗特集团，他有个新闻官接受环球记者的采访，关于传闻赫伯罗特集团已经租用了一艘3400个标准集装箱的中国籍的船只，用于这个公司在地中海地区的第2航线的消息。他表示，这消息是真的，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条消息，而且是中国官媒刊登出来的新闻。该中国官媒说，赫伯罗特等，注意啊，这里用一个等字，表明呢不仅仅是一家西方航运巨头，而是有几家赫伯罗特等开始租用中国船只执行红海航线任务。中国身份你看突然成了护身符。看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呢有很多中国的网友进一步会猜想，世界排名前5的赫伯罗特集团为什么要新租用中国的船呢？到底是正常的业务，还是考虑到中国的船在红海还有曼德海峡地区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1月10日，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首席信息官徐凯，还有这么一个职位，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赫伯罗特等公司租用中国的船只，说明相对安全的、不被胡塞武装针对的中国船舶收获了市场的需求。徐凯进一步分析说，经过此次危机，也就是胡塞武装的袭击船只这次危机，可能会有更多的海外船东选择到中国登记注册船只，所以中国可以探索推出第2船籍服务，提升中国作为重要船籍国的影响力。借助当前境外那些航运巨头租借中资船的形式，中国可以在相关租船的那个活约合同当中主导合同范本，提升中国在行业领域的话语权。你看，一个是主导合同范本，另外一个呢要提高话语权，
这2点中国目前可以做到，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的形势。上面一番话是专家说的啊，那就说明赫伯罗特租中国的船，确实有胡塞武装不针对中国船舶这个安全考量的因素。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网上有个梗，中国不小心又成了赢家，用到这里也合适。乌克兰危机，你看西方硬是把俄罗斯往中国的怀里推啊，一下子就拉近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是呢，现在可以这么看吧，俄罗斯和中国成了命运共同体，让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受益不浅。而现在由于胡塞反对以色列等国，对吧？袭击红海航线的西方船只，中国现在又间接成了赢家。所以啊，在世界这江湖上啊，哪个国家人品如何，其实混江湖的人都懂。这也认证了中国人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到多助的那个人呢，现在肯定是中国，对吧？那失道寡助的，那就是西方那些小人、那些恶人、那些小瘪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曼德海峡一带袭击商船，对全世界的货物运输是个负面的因素。而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第1大货物贸易国，有大量的货物商船要经过红海、曼德海峡一带，所以呢，胡塞这么个操作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对中国的影响又不是那么大。不仅负面影响不大，比如说刚才说了啊，中国还有意外收获。比如说，就是世界航运巨头呢，纷纷要到中国去刻意租用中国的船来运他们的货物，以增强它的安全系数。中国租船出去肯定不是做什么慈善事业，在此时中国方面肯定会提高价格，这是必须的啊。西方航运巨头这时候也只能乖乖的接受中国的条件。大家看到吗？现在有中国这个标签，中国这个护身符，在红海还有曼德海峡一带，对西方航运巨头来说，要比美国为首那些什么军事护航要靠谱多了。看来加沙的战火，还有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对中国好像有好处啊。还有我还想到一点，那就是这是海运的航线，对吧？我们知道还有个所谓的世界岛这个概念，世界岛呢就是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的运输就是只剩下中国的中欧班列了，对吧？从中国比如说最东边的那个宁波港，一直呢到最西边的比如说西班牙呀，甚至英国这边，这条航线呢中欧班运都可以完成。所以呢，这条线路肯定会更加火，货运的需求可能会更大，不是可能，肯定的意思。已经现在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单从这2点来说，也就是从西方的这种大的船运巨头租借中国的商船来搞他们的那个航运，也就是说，西方现在挂着中国的羊头，卖着西方自己的狗肉。另外第2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中欧班列，所以从这2点来说，中国确实呢是个意外的赢家。但是凡事都有2面，对吧？如果是从宏观考虑全球经济，对中国负面影响也是有的。世界银行1月9日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3年下降放缓，2024年的经济增长会从去年的 2.6% 下降到今年预计的 2.4%， 而且比本世纪上一个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很多。那么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所以这个因素呢可以不先考虑它。那么世界银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才是当前世界经济疲软罪魁祸首。2022年开始的俄乌危机，还有2023年开始的巴以冲突，以及可能还会发生新的冲突。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航海航运的问题，由于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这就是新的冲突。这些都会导致呢全球经济都受到拖累。德国《明镜周刊》有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他说航运界内部的人士，这个人呢不想披露他的信息，所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但是呢这是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报道的，所以应该有大的可能性是真的啊。大家猜猜看，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就是世界航运价格这段时间应该是上涨了60%左右，对吧？但是其实远远不止那么多。这位航运界的内部人士，他不想透露他那个个人信息，他爆料给《明镜周刊》说，海运价格最多可以涨5倍，注意啊，5倍的价格，也就相当于原来的6倍了。那个价格，如果是用通胀率、成长率来说，是600%。这对欧洲绝对是灾难性的消息啊！而德国作为一种外向型经济，也就是它是出口型的国家，首当其冲，所以欧洲经济以及德国经济肯定会继续被拖累。德国经济呢，甚至受到的波及更大，运输成本甚至最多会增加5倍。那运输成本的增加，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也就是最后消费者来买单，那么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相关产品它的价格会飙涨，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危机。所以接下来啊，我估计欧洲的通胀绝对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欧洲的经济不行了，其实对中国有负面影响。那些绕到非洲好望角的商船，运输的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也有很多是中国需要的产品，也就比如说中国呢从欧洲进口的产品。如果涉及到中国出口欧洲的东西，那么意味着中国的产品最终的价格要比现在更贵，而中国进口的产品呢，也会变得更贵。比如说中国需要的原材料呀，还有零部件，对吧？这些东西如果是运输价格提高5倍，那最后对中国厂家来说，它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就更贵了。而且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干脆买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输成本成倍的增加，那导致欧洲有些企业可能他们呢入不敷出，然后就倒闭了。倒闭之后呢，就关门大吉了，那些公司都不存在了。那如果你中国需要这些零部件，到哪里去买？所以这就是由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像一个黑天鹅事件，导致了全球这个经济一片混乱，中国也受到波及。同时欧洲经济不行了，老百姓手上的钱变少了，或者干脆就没钱了，他们没有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那就影响了中国厂商的出口。中国厂商出口少了，那就影响中国老百姓的就业，对吧？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过去的一年，2023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呢低于一些人的预期。2024年可能也不会太好。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欧洲经济不行，全世界经济都不咋地。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当然也会受到波及。所以我们在看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经济不行时，比如说像德国，由于它的这个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各方面就整个经济形势啊，还有政治形势都不怎么安全，所以导致了德国一些产业外移，不是外移到美国，就是外移到中国。中国呢得到一部分好处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别人经济不行了，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害的。也可以说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吧？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前面我们提到，中国出租货船给老外获得了一些好处，这是一方面啊。但同时呢，中国宏观经济可能受到更大的拖累，这是另一方面。由此可见啊，有巴以冲突引发的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这事儿，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应该也是不小的啊。所以大体来说，宏观考量啊，因为以色列打击加沙，导致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对中国经济间接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我认为。当然了，这件事啊，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事。中国只不过是跟着全世界一起受罪的同时，能够在租船的问题上呢，捡一点点小便宜。说到底吧，现在大家都是在比烂，中国可能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而已。那么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肯定要会做更深层次的考虑啊。那到底罪魁祸首是谁呢？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假设啊，如果没有北约的不断东扩5次，
如果没有北约的不断拱火乌克兰，就不会有今天的俄乌危机，对吧？也就不会有俄罗斯彻底跟你欧洲拜拜，就不会有欧洲的经济疲软以及高通胀。如果没有以色列数十年来不断的搞领土扩张在中东，对吧？那就不会有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也就不会有加沙人道主义灾难，那就更不会有今天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这事。还有世界现在经济团糟，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找原因，那就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不会有西方的去全球化，那么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本可以非常的正常的进行。哎呀，你看这几年可以说这个世界经济也好，还有其他也好，面目全非这个世界经济全乱套了。目前看来，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而且为了不变差就烧高香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操作台湾的问题上力度正在加大，还有朝鲜半岛问题也是美国在搞。这些呢都是潜在的风险。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美国，那台湾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台湾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如果不是美国故意捣乱，中国统一大业早就完成了。同样，美国也利用朝鲜半岛的不稳定来干扰中国的周边和平环境，当然也顺带恶心下俄罗斯。如果没有台湾问题，如果没有朝鲜半岛问题，那中国的周边环境会更好，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来专心发展中国的经济，而这些又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全球第一大恶霸，它就是这个始作俑者，是一切危机的根源。其实中国是多么希望和平发展，对吧？但那个最大的恶霸就是不让你和平发展呀。好，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过去的台湾省省长选举，对吧？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与我一样有一肚子的憋屈，有的人也在埋怨上面的领导。其实我比较肯定，难道第一把手就不想早日统一台湾吗？肯定想呀。统一台湾不是问题，但是统一之后，中国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是更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还有金融安全等等，都得全盘考虑这些光靠咱们的意气用事解决不了问题。比如，如果某大国突然封锁马六甲海峡，对吧？当然，封锁呢不能把中国置于死地。比如说，中国可以从北方那个邻居俄罗斯那里获得能源，有了能源，那就中国还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中心，还有最大的货运贸易国，货运受到影响，出口的产品受到影响，对吧？进口原材料也会受到影响这会波及中国的宏观经济就是说，现在统一台湾产生的一系列成本可能会非常高。我猜这才是中国高层呢一忍再忍的原因。可能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好全面的布局，从军事上经济各个层面做好布局。我猜中国的底线就是，只要你台湾不搞法理台独，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斗而不破，那么在近期之内，可能台独还可以蹦跶一段时间。我认为中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对方最贪生怕死的就是他了，他是穿鞋的人中国是光脚的，对吧？谁怕呀？那肯定是穿鞋那个。况且台湾远离美国本土，为了这艘不成的航空母舰，美国人应该会算笔账，到底值不值得。所以短期内台独们可能会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美国的武器，有很多是过时的武器。美国也极有可能再继续武装台湾，把台湾武装成所谓的豪猪来对抗中国大陆。这点呢，我相信中国高层绝对也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中国选择不出手，估计呢在布局的同时呢，还在等一个所谓的最佳时间窗口，就是统一台湾的时间窗口。
唉，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悲哀啊，是由那个某大国一手造成的悲哀。他的出发点啊，就是保住他的霸主的宝座，而且为了这点，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可以这么说吧，他在火中取梨，而中国呢，只是等待时机，乱中取胜。希望是这样。那最后胜利的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